平民出身，白手起家，从黑道大佬混成政府议员。汤米·谢尔比的一生是传奇，但如今他身边出了内鬼，窥视他的王位。我是瓜皮儿，剃刀党第5季前情提要。1929年，以美国为中心爆发了经济危机，谢尔比家族多年积蓄一夜亏空，而这却是因为麦克的失职导致。回国途中又被爱尔兰共和军指认反水，汤米对他失去信任，整个家族对麦克夫妇也没了好脸色，唯有将功补过才能挽回地位。同时作为工党议员，政治又有不少问题需要汤米处理，和他同党的莫斯利可谓是相当欣赏汤米了，三番两次伸出橄榄枝，并且商业互吹，而汤米全都拒绝了，原因是莫斯利倒向了法西斯主义，两人不相为谋。这两大麻烦事儿还不够汤米吃的，新崛起的帮派比利小子屡次示威，先后重伤了戈尔登，杀害了邦尼，正式对剃刀党宣战。汤米将面对前所未有的难题。这天是波利的生日，但他和汤米气势汹汹赶到了孤儿院，直接打断了修女的祷告，反手点上一根烟。 We don't smoke in here. Well, I fucking do. 看起来挺过分的吧？但修女更出神了。这所孤儿院受谢尔比家族照顾，每年都会捐助大量资金给孩子们。然而近期孩子们直接向剃刀党打了报告，例如这修女种族歧视，殴打儿童，黑人小孩因惧怕而上吊自尽，这是汤米无法忍受的。打碎的眼镜重新戴上仍是坏的，正如孩子们的阴影。汤米和波利宣布撤回资金，并将所有孩子送往谢尔比自家的机构，这不是协商，是命令。接下来要去解决比利小子的事儿。1个小时后，汤米会带着亚瑟和麦克去下医院。原本麦克是要带妻子去妇产科的，可话没说完就被汤米 fucking 回绝了。比利小子的头目基米杀了邦尼，而他们要去伦敦见的人跟基米有着密切联系。妇产科就少吧。另外，汤米还要让麦克把鞋底的屎擦干净。他依然对麦克不带半点信任。临走前，汤米希望波利能去医院看望下戈尔登，毕竟两人相爱了，还能打一针强心剂。邦尼的仇，剃刀党汇报。抵达下医院，汤米再三嘱咐两人要管理表情，连位置都要刻意布置，比作曾经的对手是坏人，那一会儿要见的人便是恶魔，此人正是莫斯利。汤米开门见山问他的计划是什么。这人社交极广，跟比利小子多少打过交道。莫斯利微微一笑，瞥向了亚瑟和麦克，他把两人的底裤都给调查清楚了，比如麦克的败家，又或者亚瑟老婆在外瞎搞，这让亚瑟恨不得捏碎椅背呀。他们的暗语也被莫斯利识破了。莫斯利远比表面看起来要可怕，他也不掩饰，直言希望汤米投靠自己，需要像他这样的人才。说完扔下一个请柬。顺便一提，记者的事儿他也摆平了，期待汤米做出决定。这话已经很直白了。剃刀党的麻烦就是他莫斯利搞的鬼，汤米要么归顺，要么归西。但莫斯利没有直接承认自己认识比利小子。这次见面超出了预期，请柬的内容是邀请汤米成为新政党的副领袖，不用多说，自然是法西斯党啊。这是要把汤米往死路里逼。几个作妖人的剧情我们一笔带过。琳达跟丽兹在为自己的未来做打算，而琳达最近还和教头的一个男人在谈心。艾达被迫陪着吉娜去妇产科，这女人表示孩子非常健康，还高傲地拒绝艾达的帮助。艾达也是真的懒得理他，一切都是为了孩子。跟雅戈尔下棋的这孩子是艾达的儿子，没错，已经这么大了。这孩子其实不太愿意让雅戈尔当自己的后爸。在当时那个年代，人们对肤色和种族的偏见是很极端的，犹太人和黑人往往都是被歧视的对象。这一番话其实令雅戈尔很受伤。没一会儿，汤米等人赶了过来，自然是要跟雅戈尔对接下钥匙。我们的汤米进屋这件事儿就是扶起了黑棋子。真正有格局的人不会带着偏见去看人。谈话前，汤米让麦克去擦擦脚底的屎。对于内鬼这件事儿，麦克在汤米心中还是有嫌疑的。麦克直视着汤米，表示孩子一生起来就跟汤米决裂，而汤米却别有深意地说了句：“届时你会加冕为王。”麦克走后，他把请柬递给了雅戈尔。汤米心里门清啊，莫斯利想借助伯明翰的劳动力支持他的新政党，需要雅戈尔把这件事情上报一下。对方明显有煽动意图，可光靠一个请柬，雅戈尔无法当作证据。何况上面派他过来主要是解决共产党的事。汤米不管这些，你睡了我妹妹，你就是谢尔比家的人。谢尔比家办事不走流程。汤米更说出了一个疯狂的计划，他会加入莫斯利，加入法西斯，从内部和对方斗，直至毁了对方的算盘。这个过程可以是孤身一人，也可以由雅戈尔暗中相助。话已至此，雅戈尔同意帮忙。说到戈尔登这边，儿子死后他的生活都没了光，
但波利的到来似乎为这暗淡的男人带来了一丝希望。他背着汤米，把戈尔登带出了医院，一路送到了其家人身边。这一前提是戈尔登乖乖养伤，让汤米去给邦尼报仇。戈尔登递过一束玫瑰，表示自己已经跟死神做了交易。说完，还暖心地祝波利生日快乐。Happy birthday, Polly Gray。波利这次安心离开，但戈尔登的眼神告诉我们，他不可能坐以待毙。回到家的汤米察觉到屋内有人，定眼一看，是强尼在跟女佣偷腥。汤米还跟女佣调侃了一句：“强尼的话你可别信。”完事后，他才得知波利带走了戈尔登，担心戈尔登做错傻事，汤米让强尼带着亚瑟连夜追过去，务必要阻止戈尔登冒险。强尼肯定是百般不情愿，带伤虽然能偷腥，但是不能玩命啊。这边吉娜在波利面前无法掩饰着优越，她跟麦克商量好了，孩子生下来后就带着波利一起离开，说白了就是回娘家，让麦克赘婿。波利伸手摸向了吉娜的腹部，作为一界大师，却感受不到任何新生命的迹象，自己这奶奶是真当假当，还有待商榷。杰西作为汤米背后的女人之一，她和她身后的共产党在汤米从政的路上帮了不少忙，而如今听说汤米要倒向法西斯主义，杰西说不失望那是假的，可这背后的真相汤米肯定不能说呀，只能让这误会继续下去。没有人理解的时候，他又想到了格雷斯，赶紧回家找丽兹来了一下。关键时刻不能忘兄弟啊！汤米问出了琳达的事儿，直接打电话告诉了亚瑟，希望大哥能优先解决戈尔登的事儿。亚瑟肯定不允许剃刀缝进绿帽子呀，威胁汤米：“你不说，我就去你家守着，直到你告诉我地址。”迫于无奈，汤米告诉了他。天一亮，亚瑟就找上了琳达在教会结识的男人，哪怕男人发誓自己跟琳达只是相互诉苦，从没有越格的事儿，但火气上来的亚瑟还是割烂了他的脸。亚瑟还要快速整理心情，接戈尔登回来可能会遭遇比利小子，他让查理和科利多准备点武器，但接琳达回来准备什么都无济于事了。这边戈尔登跟族人们埋伏在了比利小子的必经之路，对方过来就是一个下马威，张嘴就要抢走地盘，戈尔登等的就是这个机会。随着他一动手，族人们迅速干掉了一众比利小子，留个活口给吉米带话，他的枪里已经有颗子弹刻上了吉米的名字，届时会亲手替儿子复仇。说完，一桶滚烫的沥青泼了下去，当场给男人烧成重伤。这人好歹活着把话传给了吉米，吉米自然是要带着比利小子过去报复。不过亚瑟抢先一步找到了戈尔登，来不及解释了，快上车呀！完事不忘布置一番陷阱。吉米等人赶到后，一颗手雷炸得他们伤亡严重。在对方看来，剃刀党这是接受了战争。不过这件事儿得就止于此了，因为汤米来见了莫斯利，多日的精神折磨加误会。见面后，汤米丝毫没有表现出来。法西斯联盟的副主席他当了，既然成为了合作伙伴，那一切针对剃刀党的计划就都得停止了。汤米立刻把消息传给了雅戈尔，一场里应外合的战斗开始了。纵使他再恨比利小子，对方也再想杀了汤米。碍于莫斯利这层关系，双方也只能暂时休战。汤米会在伯明翰给比利小子一些方便，并单独给了吉米一些小费，随便花的那种。当然要建立在比利小子遵守条约的情况下，如若不然，剃刀党会让他们全都变成尸体。另一边，负责剃刀党赌球业务的格拉德心里那是百般折磨呀，想不从但又不敢，想反抗可没那实力。受气包只能忍气吞声，跟菲恩从此搭伙干赌球生意。不过他迟早躲不过真相定律。完事后就跟汤米去见了一个百姓，殊不知身后已经有人盯上了他们。妇人的悲惨遭遇令人听了很不舒服。她丈夫是个酒鬼，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，时常对家人发脾气。那天楼下传来了歌声，男人脾气一下就上来了，拎着刀下去噗噗两下直接带走啊！3条鲜活的生命就这么没了，尸体女人带来了，希望汤米帮忙解决一下。不要问我从哪里来。我不知道汤米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没有笑出声，但我清楚亚瑟肯定是憋坏了。这就是议员要做的工作，很残忍的。这时酒保米奇通知2人，下一个客人马上就到了。然而行程上根本没有这码子事，哥俩警惕了起来。来人叫陈南，是个华人，谢尔比家族明文规定别惹中国人。要知道童年我们可是有杜月笙这个超级大佬，可惜这个陈南是个捞仔啊！来见汤米和亚瑟之前，他提前安排人假扮成小姐，现在已经挟持了菲恩。危及到弟弟的事儿，亚瑟无法接受。现在双方互相拿着枪，可以正经谈下生意了。有7吨的货物运到了欧洲，市值大约119万英镑。如今华尔街崩盘，这是拿到现金的最好机会。陈南需要剃刀党的帮助，
让这批货安全运出伦敦，流入旧金山，事成之后能拿到25万英镑的报酬。而剃刀党要做的仅仅是把货运船停进运河，避开检查，这钱能弥补不少损失，自然要让麦克去担风险了。最终汤米和波利2票胜过亚瑟，铤而走险，这事儿就这么敲定了。亚瑟着实不想趟这浑水啊，加上最近琳达的事儿，心情很是不好。波利帮他解决了教头的事儿，见亚瑟放弃琳达，寻找另一个能扑灭怒火的女人，可这何其困难。戈尔登在下议院见到了汤米，下手的时机、地点，一切都安排好了。结果汤米告诉他要跟比利小子休战，这让戈尔登无法接受。汤米早有准备，他强调休战只是暂时的，绝对会让戈尔登手刃了机密，但现在还不能。另外，为了安抚戈尔登的心情，他会让波利嫁给戈尔登。对，你没听错，这就是剃刀党家主的分量。当然，这是建立在波利跟戈尔登两情相悦的前提了。过些天就有一场宴会，是汤米跟莫斯利联手举办的，当天的气氛肯定到位。他希望戈尔登能够向波利求婚。波利说了，现在起，爱必须战胜复仇。接下来，汤米又是一系列经典发言，而这次丘吉尔就在暗处看着。莫斯利找他商议晚宴的事儿，汤米请了一个芭蕾舞团助兴。外人看来，这场晚宴不过是在为利兹庆生，只有他和莫斯利清楚，这是在为法西斯联盟搞煽动。莫斯利还提到想搞一个建筑工程，并且让法西斯联盟跟共产党做兄弟党。关于利兹，他以前当小姐的事儿被莫斯利查了出来，甚至说自己可能还点过他呢。汤米很镇定，想起了一件事儿，因莫斯利貌似在伦理方面不太道德，妻子的继母、小姨子都是莫斯利的玩弄对象。汤米想知道晚宴他要带哪个去。莫斯利的脸色很难看，却还是告诉汤米，我们的字典里没有禁止2个字，首次合作的震慑他输了。侮辱自己的老婆，汤米自然是气愤的，要不是顾全大局，刚刚一枪就给莫斯利崩了。脑海中的格雷斯再次出现，提醒着他要遵循内心。桥上夜幕笼罩了汤米，桥下的一月，格雷斯静静躺着，双眼圆睁，而船夫就是汤米自己。其实上一结尾就表明了汤米出了问题，是精神亦或者是心理，所以需要药物维持。有那么一瞬间，汤米竟然觉得莫斯利的理念是对的，他们联手的确可以为所欲为，这让汤米很恐惧，害怕自己踏足错的地方，唯有一月才能带他远行，载着格雷斯远行。汤米内心的斗争远比外面的尔虞我诈要激烈。他淋着雨把消息带给了雅各尔，既然莫斯利想跟共产党做兄弟党，那这件事儿雅各尔就能顺理成章接手了。完事后，他提醒妹妹，孩子出生以后一定要远离自己，他现在危险又不稳定。关于那7吨货物的事儿，波利把合同给了麦克，表面上就是煤炭运输，货都埋在下面了，他就负责运输供给。汤米跟陈南那边会长久合作，每年都会运3次货进欧洲，一次7吨，7吨100万英镑。麦克想问问吉娜的意见，见他这副妻管严的模样，波利直言告诉吉娜利润，看看高傲跟钱哪个重要。这差事汤米肯定跟比利小子分一杯，毕竟现在跟莫斯利是合作关系，不分享好处会被拿住把柄。吉米很嚣张，想用支票拿货，在这经济危机之下，支票如同废纸，除非莫斯利愿意为其担保。汤米这才算是给了比利小子一口汤喝，这次不能黑吃黑了，惹了中国人等于找死。晚宴开始，想要跟吉普赛人共度一晚，莫斯利就难以言表。麦克趁机跟吉娜聊了聊运输的事儿，钱能拍死所有骄傲的人，更何况麦克还画起了大饼，已经幻想起了国王般的生活。本想介绍一下莫斯利，却不曾想吉娜远比自己知道的多。汤米这会儿忙着泄火，让波利先去招待一下莫斯利。波利自然是给足了气场啊。这边完活的汤米顺嘴问起了利兹以前的事儿，万一他真的遇到过莫斯利呢？不过那都不重要了，汤米让他放下过去，现在的地位无人能撼动。若是莫斯利敢对利兹动手动脚，汤米今晚就要了他的命。办公室里，莫斯利对晚宴的待遇很不满意，吉普赛人的那一套他接受不了，而汤米屌都没屌这件事儿，直接把跟比利小子的支票拿了出来，担保人得签字，一旦签了字，足以证明莫斯利跟比利小子关系匪浅。直到现在，两人还在互相试探，不过他们已经上了同一条船，透点底也没有什么大碍。于是莫斯利签字了，汤米这才正式介绍了莫斯利。这狗贼上来就说自己睡过利兹，利兹却表示那晚你早就睡着了，说完还付了小费。汤米反手祝利兹生日快乐，还跟众人碰了杯。莫斯利酒里有小费，只能在一旁干瞪眼吃瘪。芭蕾舞表演开始了，人群中亚瑟看得最专注，借助这个气氛和音乐，戈尔登单膝跪地向自己的女王求了婚。突然有车驶来，汤米察觉不对劲儿，
见是琳达的坐骑，他招呼亚瑟过去看看，结果这厮过来是寻仇的。他痛恨这群剃刀党的祸害，抬枪就要杀了亚瑟。然而枪声过后，却是琳达应声倒地，波利出手了。汤米扳倒莫斯利的时机即将到来，而那个男人回归摒弃前嫌，出手相助。希尔比能否战胜邪恶的法西斯？我是瓜皮儿，我们下期见。